无言只是一个眼神，却能让国安警察顿感不妙，而其眼光正盯着屋外的男子。就在国安警察准备上前查探时，男子却一脸的做贼心虚，立马开车逃离，便对上前制止的警察。男子二话不说，直接加速甩胎，导致李健当场昏迷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傻眼，原以为就是简单的调查，谁能想到遇到这种凶徒，而这全都与一起间谍案有关。就在几天前，何能教授莫名昏死在会场，为了确保重要资料的安全，其随身携带的电脑被一路护送到了国安局。可当杨光再次检查时，却发现电脑的硬盘被锁定。邓先生电脑有独特的安全验证系统，只有发生过未经允许的访问，才会显示锁定。而国安局接手电脑时，就确认过电脑并无异常，护送过程全程也没有打开过。就在杨光以为局内出现叛徒时，电脑高手却从电脑中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原来在护送电脑回国安局的途中，电脑曾有过几分钟的访问记录，而当时车里的队友全程抱着电脑。此时李健才想起，在护送途中曾有一辆车一直尾随其后。现在看来，当时车里的人很可能是间谍，并且远程破解了电脑进行拷贝，而事实的确如此。可就在杨光等人以为能顺藤摸瓜找到间谍的身份时，却发现该车辆是租车公司的，而租车人却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。经过接触，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租过车，而根据老太回忆，近期他的身份证并未丢失，唯一一次离身是旅游社那头办理手续。很快，李健便带人找到了负责给旅游社招揽生意的大妈，见有人主动找上门，大妈还以为生意上门，殊不知是麻烦找上门了。您借组进旅行团的机会，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，有这个事儿吧？这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当看到证件的那刻，大妈才意识到问题，还没到询问就立马一五一十的交代。她表示自己一共就犯了3次错误，原以为只是借给别人租车，没想到却摊上了麻烦。在大妈的指认下，国安警察很快就查清楚租车人的真实信息，正是莫斯集团的杜克。此时阳光并没有立马抓人，而是派人调查会议前后莫斯集团的可疑动向。而此时阳光也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孙教授经过多次抢救，最终不幸去世。通过血液检验，发现孙教授的血液中竟含有河豚毒素，只需微量注射就能杀人于无形，毒发时间也可以延后数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孙教授应该是在会议开始前就已经中毒，这也排除了赵亚宁与孙教授握手时动了手脚，但这并没有让阳光排除他是间谍的怀疑。没等阳光想明白，沃斯集团这边就有了重大发现。在孙教授出事的2天前，沃斯集团有一个人出现，此人是国外的医学教授赫尔曼，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，这与孙教授的死因不谋而合。经过调查，赫尔曼曾偷偷去过一家美食店，而让人惊讶的是，这家店孙教授也经常光顾。而就在会议前几小时，孙教授便去过美食店。在其进入没多久，沃斯集团便带着赫尔曼出现，不到10分钟就匆匆离开。虽然眼下没有直接证据，但基本可以确定孙教授中毒与莫斯集团脱不了关系。于是阳光立马带队到美食店调查，没想到店内的监控全部丢失。而当问到老板在何处时，店员也支支吾吾的，可他的眼神却直勾勾盯着店外，这让阳光意识到店外的男人很可能就是老板。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而就在追逐的过程中，此人为了逃离追捕，硬是闯了红灯，结果车毁人亡。好在人虽然死了，但是证据却留了下来。在其恢复的手机数据中，发现了阳光的照片，正是当时跟踪赵亚宁时的画面。根据角度的比对，在酒店监控中，杜克的身影就在其中。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。虽然现在掌握了证据，可阳光还没打算抓人，而是决定等待真正的大鱼浮出水面。殊不知，这却差点让他丢了小命。